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在前面关于时间和宇宙大爆炸刚开始的1/1000秒的节目里，我提到了暗物质和暗能量，并且提到暗物质很可能产生在大爆炸开始后的10⁻36次方秒。不过我没有对暗物质本身做太多的介绍，今天我们就专门来聊聊这个神秘的暗物质。首先，咱们先来看看暗物质这个猜想到底是因何提出的。20世纪30年代，瑞士天文学家弗里兹·兹维基在研究后发星系团的时候发现，星系团内星系的运动速度远高于根据可见光观测得到的质量和万有引力定律所解释的范围。兹维基根据引力平衡计算出，需要大量的不可见物质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引力，维持星系团的稳定。因为这些不可见的质量不发光也不吸收光，所以兹维基就把未知的物质命名为暗物质。20世纪70年代，天文学家维拉·鲁宾和肯特·福特在研究螺旋星系的螺旋曲线时发现，星系边缘的恒星的速度几乎保持不变，但是根据万有引力定律，星系边缘的恒星的旋转速度本来应该随离星系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这种反常的现象进一步支持了暗物质的存在。20世纪80年代，天文学家在对宇宙的观测中发现了大量的引力透镜现象。引力透镜是根据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推出的大质量天体会弯曲光线的路径的设想而得出的。在实际的观测中，确实通过像金星凌日这类的天文现象而得到了证实。按说，在天文观测上，因为黑洞的原因，出现一些观测不到引力源的引力透镜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实际的观测中，这些观测不到引力源的引力透镜的出现频率却远远的高于预期。这种现象就只能解释为在宇宙中存在着大量的无法被观测到的不可见质量，也就是暗物质。另外，天文学家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观测也证实了暗物质的存在。所以，暗物质虽然到目前仍然只是一种猜想，但是由于多种不同手段的观测结果都指向了它的存在，所以这种猜想被广泛的接受了下来。介绍完了暗物质猜想的提出和实验验证，接下来咱们就来看看这些不可见的暗物质究竟又可能是些什么东西。当然，我下面要向大家介绍的可能的暗物质的来源仍然只是一个猜想。说到暗物质究竟是什么，很多人可能首先就会想到的是，它会不会是一个黑洞？的确，黑洞要不是因为有吸积盘发光，也是不可见的。曾经有人猜测，在太阳系内就存在着小质量的黑洞，这个还真挺难说。太阳系内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小质量黑洞，它周围还没有什么星际物质让它吸积的话，我们还真的很难发现它。事实上，绝大多数黑洞的发现都是由于黑洞吸积了周围的物质，形成吸积盘，发出了强烈的辐射导致的。而另一种发现黑洞的手段就是利用引力，但是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的置信度要远远低于发现吸积盘。如果仅从这个特性上来看，黑洞确实和暗物质挺像。那么暗物质会不会就是黑洞呢？前面我已经提到过，暗物质形成于宇宙大爆炸的早期，而无论是恒星塌缩后形成的黑洞，还是星系中心的黑洞，这些黑洞的出现时期都比较晚，所以暗物质大概率不会是这样的黑洞。不过在理论上，宇宙中还可能存在另外一种黑洞，也就是原初黑洞。原初黑洞大概率也诞生在宇宙的早期，只不过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切实地观测到确定无疑的原初黑洞。好在随着人们对引力波的探测，已经出现了人们探测到原初黑洞的迹象。就比如在 LIGO 发现的很多黑洞合并事件中，科学家们就发现有一些黑洞的角动量几乎是0，
这也就是说，这些黑洞几乎没有自转，这些黑洞很可能就是原初黑洞。要知道，在一般的情况下，不要说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了，通常恒星级黑洞都是带自转的，因为塌缩形成黑洞之前，恒星本身就是具有自转的。由于角动量守恒，塌缩成黑洞之后，黑洞的自转速度一般会非常大。不过，就算是原初黑洞真的存在，根据现有的观测结果，即使把它们全部视作暗物质的话，那顶多也只能充当暗物质中的一小部分。因此，原初黑洞并不能成为暗物质的主要成分。说到这儿，我要补充一点，曾经有人向我提起过暗物质星球的概念。对于这点，我个人觉得形成暗物质星球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事实上，由于暗物质既不参与电磁相互作用，也不参与强相互作用，所以暗物质即使因为引力的作用而聚集在一起，也很难形成像质子、中子这样的强子，更难以形成原子核和原子了。它只能以一种难以描述的状态弥漫在宇宙的某个区域，就像高速公路某些路段的浓雾多发区，是形成不了暗物质星球的。好，回到刚才的话题，除了原初黑洞这个宏观上的暗物质候选者之外，暗物质的成分就只剩下微观粒子了。根据量子力学的理念，所有的物质，包括引力、时间，甚至是空间，都是可以被量子化的。所以暗物质应该也可以被看作是由某种基本粒子构成的。只不过在目前公认的标准粒子模型里，是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粒子的。尽管目前量子理论已经能够用各种量子来解释我们已知世界的绝大多数情况，但对于引力，量子力学还是显得无能为力。对于暗物质，量子力学就更是如此了。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因为缺乏对暗物质的探测手段。不过，在暗物质的解释方面，量子力学也不能说是无所作为。为了解释暗物质，量子力学还是引入了像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 WIMP 和轴子这样的候选粒子。另外，中微子现在也被纳入了暗物质的范围。人们对中微子的探测倒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离真正了解它还存在着相当的距离。曾经有人问起，引力子会不会就是暗物质粒子呢？根据量子理论，引力子是引力的传递者，类似于电磁力的传递者光子。所以，即使引力子真的存在，它也应该属于标准模型里的玻色子，而组成暗物质的粒子更应该是费米子。所以，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关于暗物质粒子，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热暗物质和冷暗物质两种类型。热暗物质是由大量质量非常小的粒子组成的，比如隐形光子和已经发现的中微子。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运动的速度非常快，达到或者接近于光速。因为运动速度快，因此它们就可以携带大量的能量，这就是它们被称为热暗物质的原因。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冷暗物质。冷暗物质就是那些能量比较低、质量比较大、运动比较慢的粒子。相对于已经发现的中微子这类的热暗物质，目前仍然没有在实验中观测到任何冷暗物质。冷暗物质还只是通过理论得出的一种猜想。不过，基于观测的结果，运动缓慢的冷暗物质才应该是暗物质的主体。比如前面提到过的弱相互作用大质量粒子，它就是一种理论上存在的冷暗物质粒子。这种粒子因为具有比较大的质量，所以行动也就比较缓慢。由于这类粒子的质量比较大，意味着以现阶段的粒子对撞机的能力，还是有可能被发现的。除了我上面介绍的最有可能被称为暗物质的物质和粒子之外，还有一些也是十分热门的暗物质候选人选，就比如轴子。轴子是一种质量很小的假想粒子，它最初主要是为了解释量子色动力学中强 CP 问题而被提出来的。所谓的 CP 问题
指的是电荷和宇称的守恒问题，其中 C 代表电荷， P 代表宇称。科学家们通过引入轴子这个新粒子，就可以优雅地解决量子色动力学中的这个问题。而这个存在于理论中的轴子，从特性上来看，也非常符合暗物质的特性，所以人们就把它纳入了暗物质的候选者队列。和刚才所说的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不同，轴子的质量极其微小，但正是因为它极其微小的质量就像不存在一样，所以在实验中就很难观测到。不过由于轴子的某些特性，通过间接的方法，我们还是有可能探测到它的。这个特点就是轴子和光子在强电磁环境下有一定的几率相互转换。于是科学家针对这个特性就设计了一种实验。实验的流程是在墙的左侧放置一个大功率的激光发射器，在墙的右侧放置一个极其灵敏的探测器，然后在墙的两侧都施加强大的磁场。因为光子和轴子在强磁场下有一定的几率发生相互转化，所以当激光发射出来光子之后，有些光子在磁场的作用下有可能转变为轴子。转化后的光子和轴子继续运动，当遇到墙壁时，光子无法通过墙壁，但因为轴子不参与电磁作用和强相互作用，所以轴子不会被墙壁所阻挡，能顺利地穿墙而过。这就有点像崂山道士。当轴子穿墙过去之后，又遇上了强磁场，这时候就会又有一部分轴子再次转变成光子，从而被探测器捕捉到。这个实验的原理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因为轴子和光子的转化效率极低，所以实验真的做起来的话还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在实验室里寻找轴子，科学家们还把目光投向了太空。就比如太阳，太阳的内部不但光子足够多，而且还有超强的电磁环境。如此看来，太阳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天然的轴子发生器。当从太阳发射过来的轴子经过地球磁场的时候，就会有一部分轴子被重新转化成特定的光子，这样就可以测定轴子信号了。还有一个观测对象就是中子星，尤其是那些具有超强磁场的磁星。由于中子星的密度非常高，周围空间中的轴子就会被吸引，在经过强磁场的作用，一些轴子也应该会被转化成光子，从而被我们所探测到。除了恒星、中子星，星系发出的伽马射线也可以用来探测轴子。科学家们曾经通过费米伽马射线望远镜对 NGC 1275星系发出的伽马射线进行过探测。这个星系位于 2.4 亿光年之外的英仙座星系团，那里和地球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磁场，如果真的有轴子存在的话，那很可能会被探测到。但是遗憾的是，截止到目前，刚才所介绍的各种实验都还没有发现轴子存在的迹象，所以有些科学家认为轴子可能并不存在。如果轴子真的不存在，对天文学家来说，可能只需要考虑是不是要把它排除在暗物质离子的可能性之外，但对物理学家来说，之前的强 CP 问题可能又要重新考虑其他的解决方案了。无论是轴子还是大质量弱相互作用粒子，又或是远处的黑洞，对于暗物质的本质，目前人们还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各种各样的不同能级的粒子模型来解决暗物质的问题。总之，无论暗物质存在与否，我们都还是希望真相大白的一天早日到来。好，关于暗物质，今天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给我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这里是土拨鼠杂技的 YouTube 频道，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